个支架款式上，这个花瓣是由一层组合成的，它是不是说由2层到3层叠加而成的？你比如说像这种，还有这种，它都属于一层上面的，是没有发现有层次感的。那什么叫做双层花瓣？双层花瓣指的是这种，大家看过来，看这个花瓣里面明显的有2层花瓣的叠加，能看出来吧？这些你看都是至少有2层花瓣的叠加出来的，这属于这个双层或者多层花瓣的层次叠加。那么我们要想画双层或者多层，一定是先从单层开始，那这里面有几个一些这个小问题点需要给大家讲到啊。我们日常画花画完整的一朵的话，基本上画出来一朵花的花型，它都是偏向于一个圆形的，接近于一个圆形。我们不可能说画成一个花瓣是偏向于椭圆形的，对不对？椭圆形的花就是最终组合出来看起来也很别扭，就是总感觉哪里差了一点点。除非说它是因为这个角度关系去观察，但是俯视图的花大多数我们画的时候都是接近一个圆形啊。我们之前学过这个彩绘笔控笔的方式，今天呢我用一支万能笔和这个出局笔，同时给大家去演示单层花瓣在支架上，或者说在我们纸上在支架上的一个组合方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日常用到的最多的就是像这种圆头花瓣啊，圆头花瓣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像这样，圈好胶之后，我直接一笔压下去，重轻收的方式给它收起来，这种用法是最多的。我们先去取点彩绘胶，取好彩绘胶之后，可以直接去进行彩绘啊，也可以在调色纸上，把这幅胶放到我们的调色纸上，直接在这里去使用。缺胶了就来点啊，缺胶就来点。那么在指甲上在绘画单层花瓣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好一个问题点，就是关于花心的控制。画一个小信号，关于花心的控制，也就是说，甭管我们画的这个花是大的、小的、歪歪扭扭的还是怎么样的，花瓣有大有小，有大有小无妨，但是只要大家记住，花心统一，就是花心的位置，所有的花瓣中心点以及收尾的点都收上花心，那么大家画的这个花基本上就差不多。你看，当我在前面都画的很好的时候，突然最后几笔这个花瓣的花心朝向这边，对吧？朝向这边，那么整个花看起来突然就好像给散掉了一样，就跟我在这个用笔画的一样。那花心聚集成一个点，这就是一朵花。但是我花心这个朝这儿，这个朝这儿，这个朝下，它不一定朝向哪儿，那么整朵花就是烂的。毕竟我们这个花是有一个花心位置在的，所有的花瓣都是连接在花心上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好这个点啊。所以每次画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先在旁边练习一朵一半去胶，第二半的时候注意。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结尾的收笔是跟第一笔的结尾收笔接近的，第三瓣也是结尾收紧，千万不能画着画着，到这儿了我就手法控制不好了，好了，我给画了一个平行的，那么这朵花立马就散掉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在指甲上也好，在纸上也好，大家可以先练习啊。如果画这种完整的一朵花的话，大家可以先在中间点一个小圆点，然后通过来重压抬。花心的预留面积的大小代表这个花心的大小，你比如像雏菊花瓣它的花心都比较像圆盘一样比较大，但是你像有的花它的花心就比较小啊，就是中间留的面积越聚集，看一下啊。有时候大家为什么画完这个花看起来别扭，有可能是因为大家把这个花瓣画的太密集，就是留花心的位置留的很少，几乎你想想花瓣它是有结尾处的，结尾处一定要连在花心上，那花心都被挡住了，那还去连啥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结尾处一定要给它收成有一点点空隙，啊。当大家刚开始画不好的时候，可以先上下对称着画，然后左右来，右边空笔往这边去走，对吧？你看我花瓣大小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同？没关系，来这边。只要大家把花心朝向一致的时候，当我把这朵花完成结束，可以花心朝向，一定要有这个想法啊，不能说画上去我就随机来。那结尾当我说到以上，你看，就算右边这朵花看起来别扭，但是至少这朵花完整的花心还是能留白能看得见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刚刚说过的2个点啊，一个花瓣的整体外轮廓，如果画完整的一朵，它是接近于一个圆形，不是说纯圆，但是接近于一个圆形。所以在指甲上画的时候，千万别画着画着变成了椭圆形。椭圆形的花瓣画完是什么效果？大家看一下，就像椭圆形，这边画下去啊，然后大家旁边再去收的时候，就是结尾处理的这个太散了，咱又不是画向日葵，然后越画越大，你看。这关键是大家还画在一个指甲上，那是不是？要不然你的花心就大一点。如果说花心特别小的话，你们就这么一丢丢，你旁边再去加上去，是不是就很别扭了？那么这朵花整个外轮廓它就是介于一个椭圆形。另外大家在画的时候，你看，一个是这个外轮廓的圆形，画一半也好，画完整的也好，它都是一个圆。我们如果只是画花的一部分，多数咱不是在角上或者在侧边画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先压下去，收尾，收到花心的一个位置啊。
大家看旁边在收的时候注意，两个花瓣因为有弧度是圆形，所以说这边是最长的，那旁边上下两半就得适当的，不能说卡在这个地方跟它一样齐去画，一定要往内侧去收一点点，往内侧收一点点，然后往内侧去旋转拐弯，拐到这个花心上，看见吧？拐到花心上，来这边压下去，再往这边花心去收。下面也是一样，越往下是不是它越往下拐？花瓣花头的位置已经产生了偏差，但是花心的位置还是往哪收？花心处，花心收。你看，如果咱们画一半的话，好吗？漏多少画多少，剩下的那些就是可以不画，但至少现在是画的一部分。就是你看整个外轮廓，它是一个弧度 C 弧过来的，半圆过来的，它不是那种长长的啊。一定切记每个花瓣角度的控制，不要全部平行的去画，平行就容易画成椭圆形或者说花形跑偏，好不好？来，单层花瓣，那其实除了这种是最常用的单层花瓣呢几种，一种是我们纯用手法，一笔压下去画出来的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学过，就是花瓣给它进行组合？比如说来看花瓣压下去之后，好了，我觉得这个花瓣有点小，我想增加一下。那么大家再去画旁边这朵花瓣的时候，就不是画旁边，就把这朵花改变一下形态的时候，看压着前面的一部分，但是结尾收的时候收到一起。这边也是一样，用2笔或者3笔也可以完成一个花瓣。咱们这是不是学过这个组合花瓣的画法，对吧？这是单层花瓣，也就是说我们是一层画完的，但不一定代表一个花瓣是几笔完成，因为像这种的一笔完成花瓣看起来就比较偏小，那要用组合花瓣的形式再去画的话，还是这个角来看啊，收旁边压着收，一个花瓣完成，一个花瓣完成，对吧？来叠下第2个花瓣。注意好间距啊，不要离得太近，先把中间的位置咱控制好，但是中间一定切记整个花的它的这个弧度朝向哪里。好，旁边加上去，是不是花心这个位置都是收到一个点的，都是收到一个点的。来这边，对吧？你看组合花瓣，这也属于单层，但是花瓣与花瓣之间保留间距啊，因为下面可能看不见，但是也肯定会有，所以我们适当加一点点，不需要加太多。只漏多少画多少，但不代表漏不着看不见，它就没有，对吧？你看这也是花的一部分，所以说单层花瓣在质量上规划的话，还是这个运用率极高的啊，运用率极高的。那只要我们把控笔控好的话，在质量上画80%是没有问题的。来，我们拿这个甲片，大家去实操一下，尝试一下，就是同样一个甲片，我们下面去画单层花瓣。首先，这个对于花瓣的一个那个构图，比如说在哪年放，大家有专门的一个系列课，就是这个图案的位置。大家可以去看那节课，但是咱们先来看，如果说是画单层花瓣，日常运用中的除了完整的一朵，还是印好一个小小的花心，上下防止花瓣大小间距不统一，就是可以先画上下，然后旁边挨着去画也行，你先画左右也可以，这个就看大家的这个花的大小了啊。但是一定注意，咱们刚刚说过的花心位置是不是要统一？花心位置要统一，要朝向一个地方，然后再就是花瓣花朵整个外轮廓。是接近一个圆形的，对吧？别往中间去收，这是一种啊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咱如果说只是画一部分的情况下，这种运用也是很高的，一笔下去收，旁边来再一笔，我就不点花心了。但是你们画的时候一定控制好，它一定是有自己的花心的。一般来说，画单层花瓣，花瓣与花瓣的之间间距不要过大，过大的话这个花就是散的。除非我们像这个花的话，画叠加2层都可以，叠加2层都可以啊。这是一层，所以说它间距看起来就是不是格外的稀疏。那你像我们就按照咱们组合花瓣的形式，我把这个花瓣去进行堆叠，因为花瓣千姿百态啊，这个不能说所有的花都统一的花型。你看，我就在旁边用2笔去完成，看起来是不是要舒服的多？有毛毛啊这里，你看这是不是整个花就密集很多？所以说花的间距大家也要控制好。如果说一笔画完感觉间距太粗，又不想画2层，那就直接在它旁边压着再去画一次，画这种组合花瓣，好吧？在指甲上去进行绘画，甭管是大的还是小的，圆的还是瘦的，喜欢这种细细长长的，那就画细细长长的，但是一定也要注意花心以及外轮廓的一个整体形态的控制啊。来，我们接下来用这个雏菊笔，在家也是雏菊笔绘画，大家要学会去转笔，学会转笔。对，雏菊笔为什么叫雏菊笔？因为它侧面扁的，然后这边是细细的，它本身一笔完成的形态就是类似接近于一个小雏菊的花瓣。
画下去。雏菊花瓣这个尾部它没有那么瘦啊，没有那么瘦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想画雏菊花，想画细一点的雏菊花，那就用笔的侧面，看一笔完成。很多小花特别细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这支笔，不代表说只能用万能笔，但是不是也是通过重压往下收、往下抬的这种形式去走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用这支雏菊笔去画一个圆头收尾的这种花瓣的话，那就是同样平头压下去，压好了之后注意转笔收起来，比如说压下去之后，我们往下去转笔，转笔收起来，收成一个尖尖的状态啊。这个大家可以实操一下试试。比如说在这上面来看。拿笔的时候就提前试一下能不能转，能转的情况下，我们再去进行绘画，不要离拿笔拿得太远，往前来一点，胖头花啊，稍微圆一点的，压下去，来到花心的位置，往里去收，是不是收进去了？对吧？收进去了，再看一次啊，旁边的地方组合的时候，咱说讲过，压下去，往内侧去收，这是一个花瓣，在旁边这儿压下去，转拐弯，转笔啊，要学会转笔。如果转笔实在转不好的，该去换万能笔就换万能笔。这个位置我可以用3瓣花来进行组合，这也是单层花瓣嘛，是不是？这也是单层的花瓣。就往上加。像以后我们画花的话，不要那么生硬死板的，就只能是绘画那就是一种形态，就是随机一点。甚至我往上去玩，你看这种花是不是立马就写实了很多？再加上它纹理的褶皱，写实了很多吧？刚开始画大家可能比较难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来看一朵单层花，一层的花会完成，花心位置朝向，这个位置该点白点白，该留花心留花心，好吧？它留花心留花心。但是整体的形态它是不是接近于一个圆？无非这边就被挡住了，但是迫于它这个有弧度的原因，可能会偏向于椭圆一点点啊。但是你们只要花心差不多，花接近于圆形就好，不用非得那么标准圆。那如果说是咱们画这个完整的一朵的话，画个小雏菊，小雏菊一般来说花心没这么小，所以我们要留大。好，上下用笔的侧面画的啊，这次花心留多一点点，这边。雏菊，大家就是喜欢什么花，去找那种花的一个摄影作品，摄影作品去看一下写实类的花型是什么样的。因为没有打底，所以说这个花看起来一点点的透，但实际上真正上指甲的话还好啊，对吧？想密一点，间距近一点，往中间去收，是不是一层一层的收进去的也是可以的？用侧面我们可以直接收出来，但如果说是用胖头的面，那一笔下去就已经变胖了，你看就已经变胖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画的话，跟其他的花瓣就不统一。所以说在画的途中要学会怎么样去转笔，转到细细的收进去，收起来。所以说这个用侧面就统一用侧面，用大面就统一用大面啊。就是大家在画单层花瓣的时候，咱没有过多的一些要点，唯一的就是需要大家注意整个花态的外轮廓是一个圆形。再就是它在画的时候，就算甭管漏的是多的还是少的，但是形态外轮廓的圆是不能被改变的。哪怕你看上面我们画大，下面画一个小一点的，也是一样，漏多少啊？我注意好间距，注意好整体的花型。就是在一个指甲上同一种花用的手法一定要一样。你比如说上面我用画的尖形花，下面画个圆的，那肯定就不统一，是不是？这种两种的组合，然后中间你该去增加其他的一些什么，就去加啊，该加就去加，用拉线笔用其他笔都可以。然后花心的位置去点上去，哎，点上花心，其他颜色叠加，那么整个花瓣就完成了呀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去看这些款式，一层加上去，再看旁边是不是就简单很多了，就没有那么难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分成几笔去画的，而且花瓣之间比较密集啊，还有这种，就是都是1笔或者2笔、3笔完成组合花瓣的单层画，旁边无非再往上加。所以说这个大家只要掌握好，其他在绘画过程中才会方便很多，好吧？